如此看来呀，韩国政府的这份所谓的终战宣言，很可能是演给韩国老百姓自己看的一出戏。想要让它变成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好像不是这种玩法。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韩美打算签署朝鲜战争终战宣言。我想问，跟中朝方面商量了吗？根据韩联社首尔报道说韩国和美国已经实际上达成了一致，准备发布一份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宣言。报道指出，尽管美韩两国已经在起草这份宣言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朝鲜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朝鲜半岛上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自从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虽然朝鲜与美韩方面偶尔会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但是都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或比较小的规模，双方都没有把战争扩大化的企图，这就让人有了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的错觉。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朝鲜战争至今都还没有结束，双方仅仅是处在停战，也就是临时休战的状态而已。任何一方要是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武力攻击，都应当继续散在上一次朝鲜战争的身上。这个情况比较奇特，但是却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当然了，这种情况也为政治家们留下了很多操作的机会。对韩国来说，如果能够正式的结束朝鲜战争，那么这一届韩国政府在政治上就能够得分不少。特别是韩国的首都首尔距离38线很近的，最近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在朝鲜人民军的远程火炮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韩国是一个制造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在世界电子工业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繁荣是非常脆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的繁荣建立在朝鲜默许的前提之下，朝鲜只要一翻脸，就可以把所谓的汉江奇迹打得支离破碎，让韩国的经济崩溃。所以从韩国政府来说，如果能够从法律上正式的结束朝鲜战争，肯定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当然，韩国的地位比较尴尬，任何战略性的历史性的动作自己都说了不算，一定要征得美国的首肯才能够向前推进。这也就是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的事实，所谓的终战宣言要先报给美国人同意，才能和朝鲜方面商量。那么朝鲜对彻底结束朝鲜战争有很迫切的意愿吗？我看不见得。因为长期处在美国以及韩国的战争威胁之下，朝鲜近几十年来一直采取所谓的先军治理模式，也就是说，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向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朝鲜一方面维持着上百万人的庞大的常备军，另一方面在武器装备的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努力的突破核武器、远程导弹这样一些关键技术。如果同意了终战宣言，那么至少从法律上，朝鲜就没有理由来继续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国防开支了。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说，都面临着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个是很危险的。从外部情况看，美国和韩国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强烈的要求朝鲜裁减军队。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朝鲜即使保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也不见得能独自抵挡得住美国以及韩国的联合进攻，但是朝鲜如果不肯接受，就会面临巨大的道义上的压力。从内部来说，如果签订了这样的终战协议的话，那么朝鲜的基本国策就发生大规模的转向，先军政治就不可能再搞下去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其他部门就会要求不能再把最多最好的资源都倾斜给军队，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朝鲜不是中国，在国家战略转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承受力来进行缓冲，如果战略转向的过程不顺利，就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所以站在朝鲜的角度，接受这份终战宣言的理由似乎并不太充分。中国当然是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稳定的，任何会带来颠覆性后果的举措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而且韩美双方推进所谓的终战宣言，事先并没有想过是否要征求一下中国的意见。如果仅仅是把一份既成事实甩在中国面前让中国接受，那么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如此看来呀，韩国政府的这份所谓的终战宣言很可能是演给韩国老百姓自己看的一出戏，想要让它变成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好像不是这种玩法。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